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普贤行愿品啊，就今天晚上继续讲普贤行愿品。那么普贤行愿品的话，现在正在讲那个真心啊，就是广大法院。真心广大法院里面分6个科判，就是其中第一个呢，我们前面用这个4个问题来宣说完毕。今天是第2个，就是不忘失菩提心而发愿。啊，就是以不忘失菩提心而发愿。那么这个科判呢，就是分为3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以会以前世出家境界之愿啊，就是会以前世和还有这个出家境界之愿。那么第一个会以前世出家境界之愿，在这个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曲中陈述名，常得出家修精进，无垢无破无传漏。这个发愿文呢，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我在这个围绕就是菩提而这个修行的生生世世整个这个漫长的这个日子当中呢，肯定需要就是经过很多的这个世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会转生到不同的这个天人啊、地狱啊、旁生啊、恶鬼啊等等，就是六道这个轮回当中。那么每一个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六趣当中的时候呢，但愿就是祈愿呢，就是我有这个寿命通啊，就是寿命通呢，也就是说能这个会以自己的这个前世啊，就会以自己的前世。如果我能会以自己的前世的话呢，那么就是修学这个菩提呢，就是不会很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凡夫人呢，因为就是不知道自己前世是做马做牛，或者说是自己就是在整个这个轮回当中受过什么样的苦，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一旦就是知道的话呢，那么相续当中的出离心呢，就是很蒙你的这个产生啊。以前那个仙喻经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公案呢，就是有一个比丘呢，就是他因为这个回忆前世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可怕，就是身上都是经常这个出这个脓血啊，就是特别害怕就后来就是佛陀都是也特别开示，就是让他就是穿着就比较这个特殊的这个法衣就是披上特殊的法衣。同样的，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就是让这个能知道就是自己就是前世就上一辈子是做什么的，再上一辈子是做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知道这个轮回是特别特别的可怕。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得到解脱，如果没有得到解脱的话呢，就是以后一直漫无边际的这样这个扭转轮回呢，就是多么的这个就恐怖就很多会有这样的。因此这个道德自然专不是什么那个如菩萨行论当中说是得欢喜地之前呢，常常1年寿命，怎么我为登地前不是圆满文殊，不是那个，我为登地前常什么？对，常以计数命，对，应该是这个。我咱文能白的，韩文忘了就不要说这个前世这个，然后那个今世所读过的书都是忘了。所以入心论当中也是这个吉天菩萨就是说得一地菩萨以后呢，就是这个不用担心了，就是肯定会让这个前世
就后世就以刹那间当中的就是能了知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世和度化众生的这个各种因缘，但这个之前的话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这个宿命痛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宿命痛，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我也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一定要我有这个宿命痛就是宿命痛，然后呢就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是回忆前世，还有这个出家境界的这个发愿嘛，这样的话这个常得出家，就是在这样的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得到了这个出家的这个因缘就出家过程当中呢就每个人的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就是包括当年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显现上呢确实是就是包括就是他的这个福王就是以及这个身边的人都不开虚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逃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尤其是汉地的话呢，就是真正是家里就是支持让你去出家，就是让就父母都就是欢欢喜喜的把你送到这个寺院里面的人呢，基本上是这个很少的就很少的。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就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这个演员，他们所编出来的这些里面的话呢，我都没有看见过一个好像就很成功的这个出家在什么的，就是凡是在里面出现的这个出家的话呢，就是都是就是各种这个心情不好，或者是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种种这个事情呢，就是但这个是当然是这个一方面也有历史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文化的这个背景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出家呢，就是不是很这个容易的，因此在这里呢就发愿，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要获得这个出家的这个身份，因为出家的话，最后这个30诸佛也是以出家的这个身份来，就是获得这个成就就是获得这个成就，而且呢出家的这个功德，尤其是素持清净戒律的功德的话，那就是那非常非常大的好像那个大宝积经里面也是讲了，就是舍满恒沙界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说是这个，假使说是这个满恒河这个沙数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用这个珍宝来这个供养，就是释放的这个如来。那么这个功德当然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用而喻。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在这个没有长期出家的这个因缘，这是在一天当中。一天当中呢，就是他就是向那个出家，并且呢就是树持这个清净的纪律，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呢，就是修行。这个功德呢，是远远就是超过这个前者以前这个《约当三摩地王经》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有些知识发心就是像这个出家，然后往那个寂静地方的这个跨这个7步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也是远远超过就是这个供养这个众多这个佛陀的这种功德就所以我想呢有些人就是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尤其是藏地这个对女众这个出家的话呢，就是他们都经常在老百姓口里面经常这样说，哎呀，这个人出家就是最好是成功，如果出家就是中间就是幻术了的话呢，那不如不出家好，就是不然的话给家人就是特别就是不光荣，就是有这种说法。其实这是一种实践的做法，按佛教的真正的功德来讲的话呢，哪怕是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泰国缅甸当这个所信持的就短期出家的话呢，就是也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否则的话呢，就是佛陀在相关的经典当中也不会说是这个一日出家，就是也不会说一日这个出家，一日出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呢就出家就是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功德，但出家以后呢，最好是这个要修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律就是这种戒律的话呢就是无有垢染，就是无有这个破损，还有呢就是无有这个穿漏那么这方面呢，也有比如说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垢染就是像我们这个就是小乘那样的，就是自私自利的垢染也没有。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伤害，就是其他这个众生的这种这个
毁坏啊，就是破坏，就是这样也没有。然后呢，也没有呢，就是这个远离了就是三轮这个制作的。如果我们高一点的这个结实的话呢，就是远离了这个三轮制作的这种穿漏啊，就是这种也没有。或者呢，就是说是比较这个轻嘴的固然也没有的，中嘴根本界的这个就是不破啊，就是无破的。然后无穿漏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圆满的。比如说居士无界的话呢，无界都圆满的，不是这里一条界圆满，另一条界呢是这个失坏的，就不要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这个以这个出家身份来就是利益无量的这个众生。其实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以自己的怎么说啊，就是以这个出家身份呢，就是还是功德是非常大的也是这个大宝基金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在家多垢这个出家无垢就是在家多患，就是出家无患，在家呢就是无足出家就是满足。出家应该自足吧，就是有很多我忘了，反正后面的很多的这个出家的在家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个染，就是出家就无垢就是然后在家呢就是多患，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过患出家呢就是无患的，然后在家是这个就是有垢的，就是而这个什么就不足的不满足的，而出家呢就是知足的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经论来这个说明出家是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功德。但是呢出家人也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经常呢就是心里染上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固然那这样的话呢过失也是非常大的就过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也特别这个希望我们有些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就是刚开始这个出家的心是很切的确实也是发了这种愿然后就是想得很好的。但是到了后面的数次清净戒律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障碍。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话呢，很多出家人呢就是受不了就是清净的戒律，因为外在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现在的这个网络就是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清净的不健康的这些这个因缘呢，就是已经凡夫人的这个心呢就开始这个转变之后的话呢，就自己的最后呢就是变成不伦不类的，就是这样的现象呢也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一定要就是出了家以后呢，就是自己应该就是在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就一方面就是祈祷，就是三世这个祝福就是三世祝福。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要发愿，就是一定要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落入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心态当中如果你刚开始的这个心已经就是没有调整好，然后呢就是出现一些过患的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可能越来越就是堕落，越来越呢就是已经这个可怕了，就是这个绝对会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下场和后果的。因此说呢就是这个出家以后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发愿就上师如意宝的是以前呢不管到哪里的时候呢，也经常呢就是要求就是弟子们呢把这个寄送来，就是做这个发愿就是包括一些就是见就是佛像或者说是到一些圣地那个时候呢就是最好是念普贤行愿品。然后如果没有时间呢，就是或者特殊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就是发愿就是用这个缘词来就是发愿，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是就是出家这个修清净的这个道就其实这个是有些这个在家人呢，今生当中可能没有这个缘分就现在你马上要出家的话呢，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是社会的一种这个责任，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这个很多这个独生子女就是出了家以后的话呢，父母就是家人很多都特别特别麻烦，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就是好好的这个发愿，以在家身份呢发愿，我这辈子可能很多人给我也经常讲，我这辈子是没办法这个出家的，但下一辈子你看得起一定会是出家的人，我看到起的是我也看不见，不知道下一辈子是你看到起，我一定会是出家的。看到起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你这样这个发愿也是一种真的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了这个出家的这个缘分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是自己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人生特别就是难得，就是应该就是非常欢喜。我那天去一个学校是哪一个学校啊？是我记得是。好像是厦门大学还是那个地方，就是忘了那个学校。然后他们就是问，就是你现在出家这么多年了，你产生过后悔没有？就是有一个学生问我，就是我产生，我就扪心自问，就确实是我这个出家修得很惭愧的，但是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这个后悔过，就是然后包括我们那个身边的人的这个一些生活状况也好，我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心态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觉得是出家是非常一个光荣的但是呢就出家的这个路呢，就是也不是这个很好做的，就是确实是这个弯弯曲曲的。因此呢有些刚开始这个出家的人的话呢，觉得是很简单，就只要把头发剃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然后除了家以后呢，就是没有头发就烦恼也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是确实也可能这样的，有些人呢出了家以后就是烦恼就更重了，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就是然后出了家以后呢，就是可能这个烦恼就更重了，也有这样的。有些人觉得那为什么是这样啊？就是出了家以后为什么烦恼重的？当然这个出家是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一种这个行为，但有些人的这个业缘和什么这个业力都是不相同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自古以来也是不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现在都担心，就是最好不要出家人，就是如果出家的话呢，全部都出家了昨前天都是在这个包括我的一些微博上，有些人都这样说了，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人都如果出家的话呢，那谁会供养他们？就是然后我给他们就说这个是不用担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商业的话呢，就是那么这是也是一种这个行业，那么所有的人这个搞这个商业的话呢，谁去务农就是谁去种庄稼，就是这个是没有必要担忧的，就是所有的人出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当这个大学教授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这个杞人忧天吧，就是也不用担心，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人，就是全部出家了。我们都是担心，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现在就是电视网络就是很多诱惑是越来越多的。我们担心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再过几百年以后的话呢，一个出家人都没有，就是确实我们非常担心，因为很多出家人的话呢，真正这个亲近的，在一个这个非常寂静的这个环境当中，认真的行持这个清净的戒律或者修持正法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少了。在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还是要我们这个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发这样的愿。就这个是刚才讲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就是就刚才这个不枉是菩提心当中第二个发愿呢，就是说这个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之愿就是以这个各种语言来就是宣说佛法的这种发愿文。我为不是我为天龙夜叉什么这个九盘头是吧？原来我记得我们在一个那边那个汉森金塔那边当时我们可能有有没有70来个人吧。然后女总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他每次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天龙夜叉九盘叉，来这人也非人等。他声音也是特别大。后来我们好多人都是，就因为他声音很大的，就然后他都在念这天龙夜叉九盘叉。是个四川人就是。天龙夜叉九盘叉，那个就在这里就是天龙夜叉九盘陀，九盘陀是吧？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因而说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这个就以这个佛法来，就是饶益众生就是以佛法来饶益众生。以佛法来饶益众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以各种这个语言
我们要通达很多语言，否则的话呢，只懂这个一个民族的语言，或者只懂一种众生的语言的话呢，那么就是弘扬佛法就是还是很困难的。因此要以什么样的众生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在天人面前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天人的这个语言；然后用这个农类面前的话呢，就是用农类的这个语言。还有这个夜叉，就是夜叉的话呢，一般也是这个吃人的，就是可以这个飞行的，就是恶鬼的一个种类啊。就是在夜叉面前呢，就是用这个夜叉的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罗刹面前用罗刹的语言。然后这个鸠盘陀的话呢，就是像圆觉经当中这样的吧，好像这里面讲的是也是吃人血的一种这个鬼王啊，就比如说夜叉呢就是吃人的，然后这个吃人的一种这个鬼神啊，那么这个鬼神的这个鬼王呢，就是叫这个图盘叉，就是鸠盘什么就不是图盘叉，我也现在已经鸠盘陀啊，就鸠盘陀，然后这个还有人啊，就是人类当中，我们人类的话呢，就是也有，比如说这个西方人啊，就是现在实际上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语言呢，就是几乎都是不相同的，就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家的这个语言。然后这个非人的话呢，除了人以外的，就是比如说动物啊，还有这个恶鬼众生啊、地狱众生啊、这个阿修罗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众生。这些众生面前的话，所有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我们都以这种众生的这个语言来，就是宣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就是30诸佛所说的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殊胜妙法啊，这是我们应该就是平时的自己发愿呢，就不知道你们编年的时候编发愿过没有啊？我从现在开始的话呢，那么我以各种众生的这个语言来，就是宣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法啊。像那个佛陀的话呢，他发出一个声音呢，实际上是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众生能这个了知。比如说《大宝积经》里面讲这个世尊能言一声音，有情各个随类解啊，就是世尊呢就是能言一声一音声。就是一个音声的话呢，那么这个有情呢，就是个个都是就是按照他的这个类别，能就是了知就是其中的这个深深意义。所以比如说这个佛陀呢，就是当年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宣说佛法，一句话呢，天人有天人的这个语言来了解，而这个恶鬼呢，就是恶鬼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等人类的话呢，也是不同种族和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呢，就是都有就是了解啊，就都有了解。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说啊？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确实是一般的一个实践人的话呢，就是用这么多的这个语言来了解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很多大德啊，就在这个宣说佛法的时候呢，刚开始就是念这个第一句，然后念第一句的下面的话呢，就是经常用这个念一遍，就是缘起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讲入菩萨心，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话呢，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人类，还有呢我们看不见的很多的这个非人和恶鬼和乃至呢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以自己的这种语言来了知佛法。所以藏传佛教的基本上是好多大德的话呢，一个当罗当罗心的这么当没干那么多。若根据这能就怎么当这个个就当多，就是每个法师呢，就是他在讲经的开始呢，就是念这一句啊，念这一句，就是然后做这个法事。那么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就是很多有缘的众生到这里，就是那么这样一说的话呢，我们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们会集中的。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大家在这个发愿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向达。就是以后我们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呢，就是不是一个民族或者说是一种文字来可以。现在有些法师的话呢，也是用比如说这个英语啊、日语啊，就是西班牙各个国家的这个语言，我们也很想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语言来就是了解这个佛法。我都有时候呢，就是也是很感谢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小学和中学和一些这些老师啊，就虽然我说的汉语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差，就是你们也经常就是笑我，就是我也自己笑自己，就是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至少也是就像你们说藏语一样。
样的，就是我也是能就是表达一些这个自己这个心里的有些这个语言，用韩语来就是说，就是我还用那个藏语来，就是也跟那个藏族的个别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就是也以前那个讲，最近的是很多都是用韩语来这个讲，但是这也是我想是我本人的话呢，也是一个小小的福报和这个因缘，就是也特别希望呢，以后这个我原来去一些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很想学一些日语还要学一些英语一段时间的是这个学了，但是学的后来的是没有特别成功，就是然后但发愿呢，就是可能现在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行，前两天的我还想能不能就再次这个学一学英语，以后能不能就是，但好像算了下，我现在多少岁了，我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已经下午了，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会这样，尤其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应该以这个昨天的是有一个居士，他说是他有5种语言就是精通，他要想弘扬佛法说的，但弘扬佛法是需要原理，就是需要确实一种特别具坚强的这种毅力和坚实的这个发愿力。如果真的有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是那么以后的是应该就是把就各种这个语言的，我们不敢说是什么这个天然的语言，还有这个阿修罗的语言，就是各种语言，就是但这个倒不敢说。但人类当中的话，至少也是我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有些教授都通好多语言呢，就是很羡慕他们都通好多语言。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语言就是有这方面的特长的话，那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就是一定要就是用这个语言来就是弘扬这个就是众生就是甚至我们有些人呢，可能除了人类以外，还有一些旁生的这个语言也会懂。原来法王如意宝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就讲过，就是说是就是真正的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在人面前用人的语言来说话，动物面前用动物的这个语言来就是说法。有些这个菩萨的话呢，他变成这个动物就是然后给别人这个说法，就像我们现在拉拢的这个，当时上是这样讲的，说是我们这个拉拢的这个鸟类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乌鸦，前辈一些大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乌鸦的这些语言呢，就是好多都是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咒语，就是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是智平丹比尼嘛，就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赞颂这个乌鸦的这个道歌里面呢，就这样呢，就是乌鸦所说出来的是全是无常的这个什么这个缘起咒和还有那个智慧和方便的这个咒语。法王说是他也听到了，好像这些乌鸦的话呢，每次都在大经堂这个屋顶上呢，就是说阿吽阿吽阿吽所以这个阿吽就是3个字。那么阿吽3个字呢，就是30诸佛的身语以这个众持咒就是众持咒功德非常大。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乌鸦的语言的话呢，其实乌鸦是真正是菩萨，就是他给我们就是经常这个宣说妙法。我们也但愿就是我们以这个祈愿呢，就是我们依靠不同的一些众生的这个身份来就是弘扬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教法。那这样的话呢，一切这个布施当中呢，就是法事是最深的，佛说一切是法事为最深吧，就好像是佛说行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所说的一切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财布施还有呢就是这个无为布施这些布施当中的话呢，那么法布施是最殊胜的。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这个每天都是就是这个法布施就是大家就是法布施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求讲考班的是昨天开始说要求这个站起来，就是这个给大家就是就讲考，就是讲考呢，就是你心里面观想我是一个法布施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开心的这个事情呢。其他人也是就是听到就别人法布施的时候呢也是很欢喜的昨天比如说我们这个结义会见的一个道友就是说了，就是疗愈不疗愈方面的道理，我的当时好多都忘了就是原来是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道友就是在入中论里面讲第三地菩萨就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身体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不会产生痛苦的一些道理。这个道理以前也是学过，中间忘了，多好的。我在路上都是一直昨天头痛，就是一边头痛一边都是边想着上去了。
开玩笑，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中间胡言乱语啊，所以发布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为众生，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来，就是进行发布施啊，就是进行发布施，要这样这个发愿。下面是第3个啊，就是勤修菩提，灭除罪障之源，就是第3个发愿，就刚才第二大发愿当中，那么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异，一切妙行皆成就。那么这个寄颂呢，就是说这个字面上就是像这个很精进的修学呢，就是不是持戒、安忍，然后这个精进、禅定、智慧，戒律就是前面有个戒律是吧？不是持戒，安忍。然后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多就清净六波罗蜜多，就是不是这个不清净的，就不清净的布施，不清净的持戒，这些都是就是功德不大的，就是应该就是按照这个大乘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就是六趣波罗蜜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最清净的三轮体空的，就像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的，这样的这种清净就是六波罗蜜多。然后呢恒时不忘菩提心啊，就是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忘失这个菩提心啊，不能忘失菩提心。华严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说这个人们呢要保护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先保护这个命根的。同样的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要想这个保护佛法的话呢，就是先这个保护这个菩提心啊，就是先保护菩提心。就像人这个保护身体的话，先保护命根。那么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先保护这个佛法呢，要这个保护菩提心。就菩提心呢，就是不能忘失。菩提心忘失的话呢，就是华严经当中也说了，就是忘失菩提心，什么这个修诸三根是为魔也。就忘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按照大乘佛法的依据来讲呢，你修了任何一个善法呢，实际上是就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一种这个魔业。魔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按照大乘的要求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就是没有这个什么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事业的话呢，那就是一种这个魔业。所以就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染上就是忘记菩提心的这个垢染，并且呢就是灭除就是一切的这个贪心、嗔心、痴心为主的84000烦恼，就是所障垢的这个这些障碍就是这些呢一点都是不剩下。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个贪嗔痴当各种这个烦恼呢就是染上的。既然有了不忘菩提心的这个心态，还有呢就是远离了这些烦恼的话呢，一切的这个菩萨大行为呢，全部都是成为这个妙行。这种妙行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成就。什么是妙行呢？当然就是大乘佛教行为当中的话，全是利众生，利众生才是真正的这个妙行我们虽然这个凡夫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每个人觉得是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对的，但归根结底就是看你能不能就是成为这真正是这个利益众生、切除众生心里的这种痛苦那么如果能成立的话呢，不管是外在就是外在的行为是怎么样，或者是人们对你的这个说法或这个评价是如何，都不重要，就是一定是要这个真正利益到这个众生就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呢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看能利益众生。如果是能利益众生的话呢，这就是佛陀也是欢喜的事情，也是弘扬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就是意义的这个也是这个具有这个什么就是大乘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种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这个生生世世的就是不忘这个菩提心的。就我们基层当中呢，要时时的是这个发愿就我的菩提心呢，就是没有这个能这个产生，让它产生，已经得了这个菩提心，已经有了菩提心的话，让它就是日日夜夜蒸蒸日上
就一定要就增长菩提心。就像我们护眼睛的话呢，那么就是大家都是很关心的就遇到什么的时候呢，你马上要就是护自己的眼睛。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应该是护菩提心。怎么样护菩提心呢？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就别人骂你、别人打你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的话呢，那别人打我也是就是你不怕我，我不怕你，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这样也是可以的，就你这个生气这种嗔恨心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以前不相同的，你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菩萨戒的人是怎么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是然后呢就开始准备就是要打别人要骂别人就是如果真的生气自相的这个烦恼的话呢，受菩萨戒的人是特别惭愧说实在的，按我们小乘的这个行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有这个沙门四法，就是沙门四法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这是我们平时说的是小乘的这个戒律，但小乘的比丘也是别人打你、别人说你、别人麻烦你、说你的时候呢，你都不会还手的，那你自己真正的这个受了这大乘菩萨戒的人呢，还有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呢，确实我们经常也是一方面是可能末法时代，一方面呢众生无始以来的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传习的特别这个坚固的愿意现在虽然形象上是受了菩萨戒，但是实际上内心呢就是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大乘佛教的这种真正的这种这个意义当中来，就是所以呢就是很多行为呢时时都是会就出现一些不如法的，就是这也是也是这个情理当中吧，作为凡夫人来讲，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呢就是不忘失这个菩提心，就是光是不忘失菩提心是不行的，你心里不忘失菩提心的时候呢，行为上一定会是非常调柔的，非常呢就是为众生就是着想的，就是不会呢就天天都是想着自己的事情呢，稍微有一点不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出迷苦念，然后呢就开始这个谩骂别人了，那这是一种特别惭愧的事，所以大家一边发言一边呢就是也是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行为。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第三个发愿呢是以这个无垢的行，以无垢之心而发愿，心是行为也可以，以无垢之行为而发愿以无垢之行为而发愿，就是第三个那个课盘不是有16个嘛，就是第三个，于诸会诸母尽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住世，一如日月不住空。那么这个道理的话，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切的这个烦恼，一切的这个业，还有这个魔的这个境界还有这个世间的这些道当中的话，那就是获得了这个解脱。就像是因为魔业和还有这个烦恼，还有世间的各种障碍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这个修行呢，就像是莲花，就是虽然在这个泥当中，就是但是与泥不染；太阳和月亮呢，就是虽然在这个虚空当中，但是呢，就是任何这个云雾就是这个都无法这个遮障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逍遥自在，就是自然运行，就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如果有了这个世间的各种的这个烦恼或就是说这个烦恼就是贪心嗔心，就是这个等等，就是各种这个烦恼如果束缚的话呢，就是人不会有这个自在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被贪心束缚的人呢，就是经常都是在贪心的这个控制当中呢，就是这个特别痛苦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以嗔恨心的这个控制下呢，就是也是积极的痛苦。一旦就是离开了贪嗔痴当就是烦恼的时候呢，也是积极的快乐。还有一些呢，就是前世的这个业或者说是继承当中的这个业里面有善业和恶业和还有不动业，就按照俱舍论的。那么有远离了这个业，远离了烦恼，还有这个魔王不熏等各种这个诸扰，还有世间的就是一切的这些诸扰这些当中呢，都完全这个获得了这个解脱。
就完全，因为我们已经动到了这个人我和法我的一些这个境界，然后呢，就是对众生呢，就是有这个极大的这种大悲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会远离了就是上面的世间的这个业火的这种这个束缚啊。那么束缚以后的话呢，因为就是自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业和没有这个魔障的原因呢，就像是年华，就是年华呢，就是它在这个永远都是在水里面，但是从来都是没有沾染一样。菩萨呢，就是虽然住在这个轮回当中，但是轮回的这些各种这个贪嗔也好，就各种这个污染呢，就是从来都是对他的行为呢，就是没有沾上过就没有沾上过。而且呢，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也好，就是轮回的话呢，就是看作一种这个幻化一样的。好像记得是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过吧，就是观法如智幻，观身如愿，就是花园的愿，若成若不成，何苦皆无不。这个也是说过吧，就是因为就是就是这种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他知道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如梦如幻一样的，知道我们整个这个生死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土生的话呢，像如与这个花园一样的。世间的这个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切的这个烦恼和痛苦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恐惧的，特别逍遥自在的。以前禅宗的一些禅师，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大圆满的这个注释好多高僧大德的话呢，虽然就是表面上看的呢，他有这个神笔呢，他有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需要吃饭走路穿衣服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就是一模一样，但他的内心的话呢，完全就是脱离了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就所有的这种这个烦恼。因此有些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在按照就是大乘一些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他就是在众生面前就实现不同的这个众生有些变成屠夫有些变成妓女有些变成呢就是特别这个下贱的人的身份来就是度化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因为他远离了就是这些这个业火的原因的话呢，就像是太阳和月亮呢，它在这个空中它在空中，但是呢，它的这个光芒呢，就是无情当中成熟，就是世间的一切这个人和这个一切其他的这个万物就是其他的这个万物。但太阳它自己呢，并没有就是每一个人他想帮助他，就给温暖给光明没有这么想。其实因为他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它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光芒呢，自然而然这个成熟无量无边的这个世间的事。同样的道理，菩萨呢，就是他的这种视野自然因为远离了这个脱离了这样的业或烦恼的话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是自然而然就是弘化利生的事业呢是这个成功的，而自己呢就是根本不会染上就是各种这个烦恼和这个就世间的这种这个痛苦就世间的痛苦。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发愿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现在呢就是确实很多人就是在表面上看呢，就是的确有烦恼有痛苦就每次这个生病的时候也是特别这个苦恼，就是生气烦恼的时候也是很这个伤心的，面对各种这个生活的这个压力就哪怕是这短短的这个几年当中的这个发心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又不成功又伤心又这样那样，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能力很差的，然后呢，甚至这个吃饭的时候也是赶不上别人，就是也是一种烦恼。但是这些烦恼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众生当中就像是如梦如幻一样的，别人骂你，别人说你，赞叹你，就都无利无害的，就是确实我们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就是用这个一切万法由心造呢，没有修正的人来讲是确实很惭愧，就是就没办法，就是光口头上说万法唯心造，但是你真正头痛真正你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而已，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做到的。但如果有一些成就了，有一些修成了的话呢，在轮回当中的各种的一些这个成功和失败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漂亮就是或者说是丑恶或者说是这个就好和坏什么样的都是在他面前来讲这是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云雾
或者说就像我们电视里面的一些这个人的一些这个游戏一样的。就真正的这种这个得失的这种痛苦或者是快乐，那就是没有。即使有的话，那也是现象而已的。在这种人呢，在实践当中，活化人生也是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不管是他谁也好，他做什么事情的是他没有自想的这个烦恼就是我的以前就是经常那个我一辈子当中可能也是确实是自己的这个缘分也好，心性也好，每次那个见到上师如意宝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感觉。哎呀，大菩萨是多快乐啊！就是应该有时候上师这个边就是躺着就是一边就是这个就手里就是拉着一个念珠就是然后我们以前就辛辛苦苦的开始天天的是背这个论点，有时候去见法王的时候就很自在的就是这样休息着。但是真正要讲一些课就是或者这样的时候，全部会自然流露出来，就出乎意料，所以说我都觉得是当时上师如意宝去印度这个兰州佛学院的时候呢，我都很着急，就是我说要不要前面备个课不然这里那么多的歌戏，然后当时法王先生刚好那个眼睛看不见字，就没办法的，然后我把那个定解宝动论的宋词录下来了。我看了一下定解宝动论宋词呢，也是很不好解释，就是里面的刻盘也是很复杂的。然后我想，哎呦，等一会儿下午就是2点钟的时候，跟那么多的这个法师，就是当时兰州市的是大概是有1000多个僧人，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辩论，特别那个这就该这个挑毛病的。然后我就有点着急，就问那个上师说吧，可不可以，要不要我先读一遍？就是你那个，我就翻开一个讲义，就是那个刻盘要不要立一下？就是提前要不要准备？然后上师说是现在你这个我们藏族有一种说话，就是叫做是怎么说？怎么说？那个马匹已经老了的话，那你没办法驯服，就是说是你现在就是再开始给我这样这个就是教的话，那就是已经完了，就是没有用的，但后来就是1堂课2堂课，就是每次法王讲的时候呢，还是1-2个小时，就特别精彩。就是后来的话呢，也有点放心了，就是觉得跟我们凡夫人有点不同的，确实在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我凭自己的一些智慧来想的话呢，根本是想象不了的。你们也知道，是学过定解宝动论的话呢，其实这个提前就是一点都是没有预习的话呢，还是很困难的。然后我也说，如果你不用看那个的话呢，要不要你先听一遍？我是完全是可能以凡夫人的一种，要不要？如果不用的那就是说法王也不用了，就是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把录音再放在这前面，然后呢编那个就是拉上耳机就开始讲，就是讲的话呢，就是那下面的人都是就是不得不特别这个服从有时候是真正的这个大菩萨的话呢，就是很多事情是确实是非常逍遥自在，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如有什么这个日月不住空，就是在空中就跟我们世间人的话，那什么都是住就是做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也是这个比如说吃饭也好，走路也好，对一个心理特别脆弱的人来讲呢，好像那个早上起不来，就是也是一个很烦恼，然后自己要做饭，就是也是很烦恼，然后背也背不了，也不想看书，也是很烦恼。那这个事情也不像，那个事情也不像，每天都是这个烦恼是多的，而真正的这种开心和成功是很少的。但这个我们要发愿的话，那就是总有一天就是肯定会这个就一切都是就是这个常数，就我是这样想的。还要讲吗？那可以。下面第4个，我刚才说什么？第4个，就离乐有情而发愿就下面是离乐有情而发愿，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尽欲刹尘界，十方利益恒无尽。那么这个发愿文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发愿，就是利益，就是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也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自身发光也好，或者说自己这个用自他交换的这种方式来遣除这个事件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恶趣的痛苦，然后以恶趣为主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得到了就是同等的这个安乐啊，就是都同等的安乐。但这种事件呢，就是并不是很暂短的，就是乃至这个就是进那个无数的这个界啊，就是刹尘界当中啊，就这个时间也是很这个就是非常这个漫长的，而且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是眼前的极个别众生，乃至这个所有十方的这些众生，而且所有这些十方的众生呢，都得到了真正的这个以佛法来就是饶益他们的真实的这个利益啊，就恒时是无量无边的，以三乘佛法来就是利益就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愿力这个众生呢，就是愿这个众生呢，就是获得快乐，愿力就是一切这个痛苦和痛苦的因就我们平时这个发这样这个十无量心的时候，也是在就经常这个念诵就那么我们这个地藏王菩萨也是这个地有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其实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一定要就是安置于无上圆满的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就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遣除他们所有的地狱、旁生、恶鬼，就是三恶道为主的一切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好像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为利益众生诸无边界海，令其得调伏大悲信如是。好像是这个为了就是利益这些众生就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无边就住无边界的在这个事件当中就事件当中，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悲心的力量。如果有了大悲心的话呢，就是住在这个轮回当中无边无量的这个界当中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呢，确实我经常向我们这里很多人发心发心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特别长久就是特别长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是有了这个大悲心的。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呢，就是那利益众生呢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就没有不是那么这个容易。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就是这个发心就是很成功的。就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团体当中的，就是10年、8年、20年的是都这个常年如一日，如不动的就如不动。有些人呢，就是2、3天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我要去发心了，我要去利益众生喽。就利益众生刚开始的你很有这种3分热气就是很不错的，利益众生喽，就很不错的。但是实际上过一段时间有发心退喽，这是没有这个大悲心的原因如果有大悲心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受到别人的这个歧视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痛苦就是都不会这个在乎的就前一段时间我跟个别的这个发心人员说了，就是他们暂时就是不能就是听课，就是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些说是很痛苦，怎么办呢？我说你如果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很强的话，那恐怕是不会就是在乎的。就是你再想一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转就是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为了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种下就是一点这个善根的话呢，住多少劫的是不会生起厌倦之心那这种发心的是我们现在凡夫人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至少也是我们明明发现，就是对很多众生有真实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这个工作的话呢，就是绝对是自己是在千百万劫当中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可是有些人呢，就觉得这是一种这个压力，这是一种这个束缚这是一种不巧，就是觉得是我发心错了，没有想到是原来是我的这个发心部门是这么多的众生那好痛苦就是我原来像是我可能选错了，就今年是我最不成功的有那么多众生。其实真的我们这个发心的这种力量
怎么说啊？就是大悲心的力量很强。你如果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大悲心的话呢，那么住在这个实践当中也好，度化众生也好，为众生做事情呢，就是不会生起厌烦心的。作为菩萨的话呢，为自己做事情，或者为自己做事情，哪怕是甚至那个。就获得这个解脱的一些因缘的话，那就是菩萨是这个不愿意的，就是他就看着这个火炕一样的。你们学过金庄严论吧？就金庄严论里面就是处处都是有很多菩萨呢，就是为自利呢，就是如此的这个惭愧，而菩萨呢，就是为利他呢，就是如实的这种这个就是欢喜就欢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发愿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千百万劫当中，我要就是利益这个释放所有的一切众生。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我现在这样发愿呢，我这样发愿的话呢，以前这个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这个发愿。那现在这个获得了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过位一合的话呢，你们想想就是有多少个这个众生呢，就是获得真实的这个利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下面有多少个这个众生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就是遣除这个烦恼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作为一些这个也许是可能有些凡夫人，但是真正是得到了这个质量到，或者说是有些境界的话呢，我也在经常想比如说我们真的极个别的这个法师的话呢，现在表面上看的是他是一个法师，但是呢，他的这种佛法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众生来这个接受，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人类是这样的话呢，眼睛看不到的，还有一些非人和这个其他这个众生的话呢，也是这个属于的是肯定是无量无边的就这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搞错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发愿，尤其是一些现在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发愿都是为这个家庭而发愿的，甚至有些出家人这个发愿的时候呢，也是我自己得到解脱，我自己一个完成极乐世界听说极乐世界好安逸极乐世界都是可能也许安逸，但是呢，极乐世界也并不是天天的是你到了那里就是像这个吃喝玩乐当中，就是我想是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应该很忙的，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没有利他的菩提心的话呢，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工作呢，就是不一定很舒服就是每一个菩萨都是利他心的，就是如果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天天都是像猪八戒一样吃吃喝喝，那这样的话，可能极乐世界不知道就是这个生活习不习惯了。还要讲吗？下面的5分钟讲得完吗？不讲了，可以了。今天讲到这里sunam dai ton che zuba ni ton na ni ben jana jan jirga nan jira lan chuba zubam sonan jo an jo